当人们还在为食品添加剂、衣服里的甲醛、餐具中的双酚 A， 甚至奶茶塑料杯释放的微塑胶而忧心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如今连耳环、手链也可能在悄无声息地向你的身体释放毒物呢？每一次佩戴都像是在与看不见的敌人暗中较量。廉价首饰看似光亮精致，实则隐藏着监管缺失与黑色产业链肆虐的惊人真相。当整个市场比拼的只是谁更便宜，谁的利润更高，真正承受风险的永远是底层的民众、学生、工厂的女工、年轻的妈妈，甚至是天真的孩子们。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悄然进行、看不见却致命的健康赌局。每一件廉价的首饰都可能是一颗慢性的定时炸弹，慢慢的侵蚀你和你身边人的健康。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主持人月音。一级致癌物超标9000多倍，你还在戴这些镀金镀银的小饰品吗？近日，大陆爆出廉价首饰致癌物超标9000多倍的惊天消息。这个消息一出来啊，立刻就冲上了热搜，把大家对国产金银饰品的信任直接是按在地上摩擦。11月24日，广州日报、齐鲁晚报、新京报等多家的媒体联合披露了一组可怕的测试结果。他们从线上线下20家商铺随机买了21件首饰送检，结果是可以用惨不忍睹4个字来形容。21件里头有17件镀层不达标，有一款标称是镀银的手镯，银镀层只有 0.24 微米，而标准是2微米。另一款镀金手镯就更离谱了，镀层只有 0.03 微米，标准是 0.5 微米，差了整整16倍。可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广州某饰品批发市场的一对耳钉，商家堂而皇之的在上面印了 S925， 意思是 92.5% 的银，但检测一做发现，这个耳钉的表面主要成分竟然是镉，而且镉含量居然高达 9.28 乘10的4次方，换成白话就是每公斤92800多毫克，而国家的标准只有100毫克，也就是说它整整超标了9280倍。也就是说，你以为戴的是纯银，结果戴了个 92.8% 的致癌金属在耳朵上，可不可怕？镉可是国际公认的1级致癌物，会在体内长期的积累，难以代谢。更扎心的是，这并不是偶然发现的问题，而是早就烂到骨子里的行业常态。今年11月初，上海监管部门抽查19个品牌，有8批次不合格，镉、镍、铅等重金属直接超标。10月27日，上官新闻表示，杭州国际珠宝城检测到部分纱金的镍释放量竟然达到了国标的上千倍。8月11日，有媒体把19件首饰送到武汉检测，结果就是更荒谬了。印着 S925 的银链，银含量只有 13%， 其中的一条根本就是白铜。3款标称925银针的耳饰，分别是铁、铜，只有1款是真银。而在同月初，知名评测博主老爸评测检测8款标称925银的耳环，结果有6款其实是铜合金，镍、镉、铅严重超标。其中最离谱的一款，镍的释放量超标了61倍，镉含量超标1179倍。看到这些数字后，再看看耳钉、项链、手链，感觉不只是便宜了，简直是在买盲盒毒物。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一位朋友说，旅途中睡不着，凌晨2、3点才昏昏入睡，吃了红海参之后，当天晚上头一沾上枕头就睡着了。另一位说，出门在外，认床睡不好，但吃了一条红海参凝胶，那天晚上睡得很沉。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配方就是90%的深海野生红海参，加上10%的韩国红参，再加上纯天然的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
做成了口动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点果香。红海参本身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者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加班族等。而且一盒30支，带着走超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的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黑色星期五购物活动期间，只要在蓝莓上购买，美国地区凡单笔消费满额再享加码好礼，购物满450美金赠送深黄9蒸蜜参片1小盒，购物满700美金赠送深黄9蒸蜜参片1小盒，再加深黄9蒸蜜黑参1整根，购物满1000美元赠送深黄9蒸蜜参片2小盒，再加深黄9蒸蜜黑参1整根。那么这些毒金属对人体到底有哪些危害呢？答案比你想象的还要直接，还要扎心。根据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资料，镉及其化合物属于剧毒，只要你接触了，就可能导致癌症，并损害心血管、肾脏、肠胃道、神经、生殖和呼吸系统，可以说几乎是全身无处幸免。镉元素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一类致癌物，它是一种累积性的重金属毒物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把它代谢排出的，长期接触会导致肾脏、骨骼、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的一个多器官的损伤。当我们把这样的饰品当做首饰去佩戴，里面的镉元素会溶解在汗液里，然后渗入到我们的皮肤中。美国的卫生及公众服务部也明确指出，铅以及铅化合物同样可能致癌，长期暴露更是会几乎影响到人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症状包括学习能力下降、记忆力衰退、注意力变差，甚至会让手指、手腕、脚出现无力等神经性问题。这还只是国际层面的资料，回到国内临床的数据，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数据显示，2025年的上半年，因为佩戴劣质金属饰品诱发的手势性皮炎患者同比显著的增加。更糟的是，其中近60%的患者所佩戴的所谓银饰检测后，竟然都是铜合金或劣质金属，而且临床表现也不只是痒一痒这么简单。有的人的耳垂渗液溃烂，有的人脖子出现了大片色素沉淀，有的人演变成了慢性接触性皮炎，甚至在极少数的病例中出现细胞异常增长的警讯。这些不是情绪化的描述，而是客观病例原原本本的呈现。毒首饰可不只是便宜货，更是实实在在的健康赌局。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都会问，为什么这些厂家要用明知道有毒的金属呢？答案其实残酷到只剩下一句：便宜、好看、好卖，而且赚得多。商家不是不知道镉、镍有毒，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清楚成本差在哪儿了。我们来看看最直接的价格对比。银价每公斤是5800到6200元，镍每公斤28到35元，镉盐大约每公斤80到120元。因为工业用途广、量大，所以非常的便宜。锌铝合金就更夸张了，每公斤才15到22元。厂家就是用这些材料替代真正的银，成本瞬间压到地板，那利润率可以飙升到95%以上。足银10几块钱一克，一条20多克的银手镯加上工费就要300-400块了。但是如果用金属合金，成本几块钱，利润直接翻了几10倍。更离谱的是，
黑心商家直接用回收的金属废料来给你做每天贴身佩戴的饰品，里面出现铬镍等致癌物就不奇怪了。所以你会过敏真的只是小事，几块的金属废料甚至能做出上百件首饰，而且不止便宜，效果还好到让人误会。镉镀层比银更白、更亮、更耐刮，看到的第一眼就超有高级感。镍抛光了之后，直接就变成了白金效果，戴上去根本就没有人能看出来是假的。还有就是这些材料连废水处理都省了，不需要贵到要命的环保设备，也不用建厂，这一下就能少花几百万。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些厂家的算计中，毒不是问题，赚不到钱才是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利益模型下，毒首饰才能一路流出，成为市场上难以清除的顽疾。根据2025年艾瑞咨询发布的大陆饰品消费安全调查报告，最近2年，在中国的线上饰品销售额超过了1260亿元，其中低价饰品的占比超过了 63%， 约有 37% 的消费者曾经在平台购买过925银产品。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哪些人在支撑这个庞大的廉价饰品市场呢？数据揭示了残酷的结构。2025年，大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大约每月是4200元，而真正达标的银饰，其人均的购买力只覆盖了其中不到 35% 的人群。换句话说，超过60%的人只要想买饰品，就自动的被推向了低价高毒的区域。从这里就能推断那些9.9到69元的廉价毒首饰，真正的主要消费者就是这几类人：一、中专、大专、技校、高中的小女生；二、刚毕业进厂做店员、当美容学徒的18岁到23岁的女孩；三、工厂流水线的女工，她们一般是一站就是10到12小时，月薪却只有3000到5500元；四、饭店的服务员、奶茶店员、超市收银员、快递分拣员中的年轻女生；五、3、4、5线城市，县城里爱打扮、收入不高的95后、00后；六、给6到14岁女儿买耳钉、手链的年轻妈妈们；七、拍短视频、摆地摊、直播需要不停换饰品的年轻人。一句话，他们是在工厂、在县城、在出租屋，手里只能掐着钱过日子。对于这些人来说，饰品不是刚需啊，吃住交通才是。所以省下来的一点零花钱，根本买不起真正的925银或黄金，只能挑最便宜的那一堆。网友用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刺耳，但却真实的让人沉默：富人的审美是用钱堆出来的，而穷人的精致是在毒气里挣出来的。他们不是不在乎健康，他们是没有选择啊。当整个城市都在比谁更便宜的时候，最先被消掉的从来不是商家的利润，而是产品的底线。到最后被悄悄消掉的就是人体的健康和安全。在弄清楚了谁在买之后，一个更现实也更残酷的问题就浮上来了：这些廉价又高风险的饰品到底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呢？有网友做了总结，整个的链条大致分为5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黑工厂源头，在广东潮汕、揭阳、东莞等地存在着大量的饰品加工小作坊，这些工厂大多不具备完整的资质，没有重金属处理机制，甚至连最基础的通风除尘都不达标。为了成本极限压缩，银材被替换为白铜、铅合金、废金属熔炼物，涂层厚度被压缩到 0.02 至 0.05 微米，含铅助焊剂被大规模的使用，为了增加光泽感，甚至添加工业及化学反光剂。最终，一件成品不足5毛的东西被包装成轻奢品，标价是几十元。第二个环节是批发市场分销，这些在小作坊里生产出来的5毛成本的饰品，并不会直接流向消费者，
他们的第一站是全国各地的线下批发市场，在这里，货品是按斤出售的，按袋打包的。每降低1分成本，便多出了一层利润。每多出一层利润，就会吸引一批新的分销商加入。第3个环节是电商直播渠道。真正把这些毒饰品送进千家万户的是电商直播间。主播只需要把灯光开到最亮，镜头调到最白，再加上一句真的超级亮，全部925银，消费者就立刻被吸进去了。成本5毛的东西，哪怕只卖19.9块，也能翻40倍以上。第4个环节是平台演算法推流。是的，能让这些产品疯狂扩散的是平台的演算法。演算法最喜欢什么？最喜欢高转化率、低退货率、价格低、点击快的商品。结果就是越便宜、材料越差的饰品，越容易被推送给那些本来就买不起真银饰的群体。于是，一整套便宜、好看、销量高、被疯狂推送的机制被固化下来，把千万消费者推进了重金属风险的深坑里。第5个环节，也就是最后一个环节，消费者身体终端。当演算法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链条就此闭环。黑工厂的污染、批发商的加价、主播的话术、平台的推流，最终都会落到谁身上？戴着耳钉的初中女生，戴着手链的工厂女工等等，这些财力有限却也想打扮自己的年轻女孩子身上。说完了产业链、流通和消费者承受的风险，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让人无奈的，监管缺失如何预防呢？劣质金银饰品长期在市场泛滥，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了持续的威胁。中共的监管却形同虚设，市场的监管总是事后抽检，却很少在流通之前就清理。根据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系统公布的数据，全年全国范围内针对首饰类的专项抽查数量约4700批次，但全国线上加线下的首饰 SKU 数量超过了2800万种。换句话说，实际监管覆盖率还不到 0.17%。也就是说，你在买首饰时抽到合规产品的概率比你中彩票还要低。更扎心的是，即便抽到不合规的产品，多数处罚也只是停留在罚款几千元、下架整改。而这些店家只要换个身份证、换个品牌壳，就能重新上架，继续在系统里流通。监管并没有真正切断黑色链条，只是剪掉了几根露头的草，而在草丛里的毒首饰依旧在悄悄地蔓延。那么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怎么保护自己呢？网友们也给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招数。1. 便宜的不要买，几元到10几元的金属饰品尽量的避开，越便宜的饰品越有可能是来自工业金属或者是废料。2. 选择有正规鉴定证书的饰品，虽然不能保证100%的安全，但至少可靠性会更高。3. 佩戴了之后注意皮肤的反应，如果出现变色、脱皮、红痒、粗糙等，立刻就摘掉。4. 已经有的饰品不放心可以鉴定，没有证书的首饰，如果特别想戴，可以到金店或者是珠宝店做个鉴定。5. 儿童的饰品也是重灾区，小孩的皮肤特别的敏感，务必从正规的厂家购买，避免廉价的毒饰品。观众朋友，看完了这些数据和案例，你可能会问自己，手上戴的首饰真的安全吗？里面会不会也藏着超标的毒物呢？其实真正令人恐惧的从来不是9000倍，而是当9000倍变成了常态。没有人能保证下一个10000倍不会出现，是不是？您怎么看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想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